大家好，欢迎来到邱明杰的频道，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邱。观看我的影片，让我们一起骑着脚踏车，看到更宽更广的世界。我们现在人在合欢山隧道，我们要看看合欢山隧道是否已经点亮。那我们就开始吧。合欢山隧道点灯，我们来确认一下合欢山隧道是否点灯成功。那我们看一下合欢山隧道，限高4公尺。然后这个灯，终于点亮了哦。这个我们现在看进去，这个白色的光条就是我们心心念念要装的灯。它这个是用 LED， 然后这样子绑在下面，反正就这样子点亮了。然后这边有这个不知道什么东西。好，我们骑过去看看。我们确认合欢山隧道有装灯完毕之后，我们试骑一下。哇，真的是亮多了。清楚多了，这样子就够了啦。这样的照明设备就够了，就地上的坑洞都看得清楚，然后也不会骑到太旁边去。我现在脚踏车没有装灯，这样绰绰有余。其实蛮简单的，就地上就旁边旁边的下面装一个灯条，然后有这个紧急出口逃生的标志。这一些水管还是电线，不知道他们可能有再稍微整理一下。哦，这个隧道长大概100多公尺吧，不知道有没有100公尺。哦，然后这个上面是以前开凿的，这个听说是以前先人一凿一凿这样子把它打开呢，辛苦了。这个真的是这样子一凿一凿，以前这样子挖出来的。然后后来呢，我们再用那个孔骨钉把它这样子补上，然后故意留这一段给大家当纪念。然后过去这边就是孔骨钉的哦，就是比较先进的工法了。然后过了这个隧道，这边是往梨山方向。我们刚才从大屿岭骑过来，这边路牌是台8线110K 处。我们很高兴合欢山隧道这么快就点灯成功了。本来以为是2026年4月才会装好，没想到工程进度提前到过年前就搞定了，应该是2026年2月中附近这边就装灯成功了。装灯成功是一个好的开始代表我们乡民车友的心声，我们的政府听得到。谢谢公路局人员帮我们装上这个灯，那也谢谢新北市长候选人黄国昌老师居中协调，帮我们搞定这个灯。那我跟各位讲东埔隧道没办法了，东埔隧道他们有去评估，没办法，看起来真是没办法。没办法的原因我列在这边，那个就不要勉强了啦。看起来他们有找厂商评估的样子，不然就是要花非常多钱，那个投资报酬率不划算。所以他家那边的东埔隧道可能就真的是没办法了，我们这辈子那边都没有灯了。那没关系，至少合欢山隧道这边有灯，是很令人高兴的一部分。我跟各位科普一下合欢山隧道它只有北进武岭跟北出武岭才会经过，东进武岭不会经过合欢山隧道，西进武岭更不会，那差太远，所以只有北进武岭跟北出武岭才会经过合欢山隧道。有没有谁还没骑过北进武岭的？北进武岭很经典，一定要骑。没骑过北进武岭的，赶快安排一下。那骑北进武岭有一个最麻烦的点是接送，的确是个问题，因为没有人在那边北进武岭、北出武岭除非我这种偶尔拍片的。北进武岭真的太硬，所以北进武岭呢需要接送。要怎么接送？找圆梦百科的大顺哥。骑这种极限路线北进武岭，我一律建议要保姆车，绝对要保姆车，不要玩命。圆梦百科他就会安排接送，你骑到武岭之后，他会负责帮你搞定就对了。好，我们确认了，点灯完毕。那影片在这边还太短，我想办法补足一下影片内容，也许去骑一下武岭吧，大屿岭到武岭这一段。我们换装完毕，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来都来了，我们就来骑一下大屿岭到武岭这段天堂路好了。大屿岭到武岭这段天堂路 Strava 路段大屿岭箭头武岭 10.14 公里，平均坡度 6.9%。我们试看看。我们准备开始骑大屿岭到武岭的天堂路。Strava Live 这个门跳出来，大名鼎鼎的轮胎抢到了。大屿岭到这边820公尺，海拔吸不到氧气。不过今天运气不错，天气很好，路牌39K到了，
我们要到31.5，所以还有7.5公里。现在温度20度，这段路温度有20度，就是老天爷眷顾了。这段路晒得到太阳，就超棒了。落阴山庄到了，这个是废弃的落阴山庄，路牌38K 到了，还有6.5公里。骑大鱼岭就是这样啊，数馒头啊，数到31.5，倒数馒头，数到31.5就会到了。不知不觉，台14甲路牌37公里处到了，剩5.5公里。这边是小风口，有卖东西吃。如果真的爆掉的话，可以来这边买东西吃，应该有热食跟水。我们可以看到台8线7.4K，7点、10点、12点、下午3点、下午4点半放行，就是公园那边了。所以我等下赶12点了。台14甲路牌36K 出到了，还有4.5公里，海拔3000公尺到了。武岭在3275公尺，我们还有275公尺要弄。远远那个有个板子的，好像是合欢北峰。爬完这个坡就大风口了，路牌36.4公里处。爬完这个坡有个下坡可以休息一下，顺便吃一下里程数。万里无云啊，万里有云啊，算是晴空万里啊。那边就是武岭了，这边下坡再爬上去就武岭了。起来北风看得很清楚哦。前面这个是松雪楼，31.5的路牌到了，所以应该是31.5再加100公尺，31.4公尺。台14甲31.4处，武岭到了，骑了62分，顺顺骑啊。经过了一番努力，我们终于骑到武岭了。那我们回去了，我们要赶12点过关园。我们下山回去大屿岭喽。武岭回大屿岭这一段不是纯下坡，有一段要爬到大风口。我们爬完了，准备下坡。这边是大风口，这个风算小的了。我们好像刚好看到公务局的人员来视察。大哥，这个灯装好了？对，我们就是来看一下，想说来看一下装好的成果是怎么样啊，这样就够亮了，辛苦了。刚好遇到视察，赶快去赶12点的官员那一个管制。我们刚才顺利通过官员管制点了，现在看起来我们东出武岭的路段有遇到一个管制，就官员那边管制时间之前有念过了。我们现在到石恩，然后我们继续往花莲前进，看看这中间还会不会有什么管制点。没有选择西出武岭，我选择东出武岭，我们要去花莲。我们现在在新白杨附近，这边刚好有樱花，看到这么多樱花，就想到杨恩典老师的作品。樱花双鹤，这个樱花双鹤跟后面的樱花看起来有87分像。我们东出武岭就是为了要把樱花双鹤这个作品送去花莲市立动物园啊，不然我干嘛吃饱太闲？东出武岭，我西出武岭回家就好了。我选择东出武岭，我们去花莲市立动物园。这个真正的樱花跟杨恩典老师的作品樱花双鹤看起来有87分像。我们现在还没到天祥。大概离天祥还有10公里吧，这边有稍微管制一下，看起来东出武岭的路没这么顺利哦。官员那边管制一下，然后这边稍微挡一下，然后我刚才看到绿水那边好像要管，绿水那边要3点才过，这个不好过哦。看起来如果我们要，哇，前面那个油罐车还在那靠过去啊，看起来东进武岭不要想了啦。太麻烦了，管制太多。然后我们继续往前推进。我们来到绿水这边了，看起来这边要管制了。绿水至阁口，早上7点、早上10点、中午12点、下午3点跟下午5点放行。所以我看起来东出武岭有2个 bottleneck， 官员那边有管制，然后绿水这边又要再挡一下，这个没办法了啦，这个晚上也不给通行的，所以东进武岭今年我看起来嘛，阿伯谁给他加饼呢？东进武岭可能今年也是骑不到。千胜满神唔得提几位，千算万算不值天一画，这个天一画这样子画下来，我们就很麻烦。我们终于等到3点放行了，我们准备出绿水这个管制点，鬼斧神工的太鲁阁。哇，这个可能就是施工段哦。这个上面架了这个，那可能是这边在施工啊，这边在挡。这边就是施工啊，也不知道多久会弄好。
这是燕子口吧？燕子口附近。我们出太鲁阁路，管制2个点啊，官园跟绿水，这样2个点出个来也是搞很久呢，还是满目疮痍啊。我们去太鲁阁游客中心走走。太鲁阁游客中心这边非常棒，这是我车速的秘密基地，晚上很暗，然后没什么人，跟没什么车，不会被打扰，很安静，然后又不会离市区太远。又不用进到太山区，山区跟市区的交界的边缘，然后这边都有停车格，很多停车格，在这边停车过夜合情合理合法，不用钱，然后又有厕所，这后面这是厕所，这是我很喜欢车速的秘密基地，分享给大家。我们千里迢迢抵达花莲市立动物园了，花莲市立动物园的地址位于花莲市延平街148巷22号。我们千里迢迢来到花莲市立动物园，就是为了要把樱花双鹤的盘子送到花莲市立动物园。走，我们去送盘子。来，开箱一下。樱花双鹤，太厉害了啦！学长，这太扯了啦！用脚用脚，我们我们亲眼见证他从无到有这样，鸡皮疙瘩，好感动哦！虽然老师没有来，但是老师我有感受到你的用心，我有感受到上帝的恩典，跟感受到你的恩典。这个我们画不出来啊，太厉害了！哎，洛克，你不是学美术系的吗？你画得出来吗？洛克可以吗？洛克大大可以吗？洛克应该是不行。而且是我亲自送过来，我不是花60块寄给你，还从新竹开车那么远一趟，这感觉早上还有排片呢。我们就用花莲市立动物园的美食当做我们今天这部影片的 ending。没问题，交给我处理。感谢学长不吝给予指导与教诲。好，那我肚子饿了。好，处理。好，我们终于上菜了，我肚子饿了。来，我们请胖虎老板帮我们介绍一下。刚刚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帮邱哥准备的这个菜色哦。第一个就是我们店里的招牌极上海鲜冻，然后这里面呢有我们花莲定制渔场的渔货，像这个3点尖跟长腰尾鱼，现在都是产季，所以在它的油脂分布跟口感上都是非常棒的。然后再也是我们店里的招牌炙烧干贝握寿司跟焦糖鲑鱼握寿司。我知道学长特别喜欢吃鲑鱼，所以特别帮他准备这一道。这个是有蓝焦糖的。对哦，蓝焦糖。那当然，我们喜欢骑车的朋友知道我们这样补碳水，所以还在准备一个鲑鱼软手卷。然后再来是用我们花莲本地黑毛猪的厚切猪排。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那我知道哦，这么多菜要先吃哪一个？要先吃这个。对，因为海苔怕软掉，海苔怕软掉，软掉不好吃，就跟我们骑车一样怕软掉。很多时候都会怕软掉。这个咬下去，整个鲑鱼在口中爆开，哔哔啵啵的。趁邱哥在吃的同时，再介绍一下这个极上海鲜冻。这一碗里面呢，基本我们会搭配3种鱼，在地的鱼货，干贝、天使红虾，自己做的玉子烧、新鳗、花枝，最划算的就是这个了。再请我们学长帮我评鉴一下，指导一下。这个是长腰尾鱼，那个油脂的香，很香。这个是熟成过的，收成过，哇，干贝，就一口闷吧。生食级的干贝，干贝没有诀窍，买贵的就会好吃。所以这是下重本。对，下重本。哇，真的赞。花枝，吃起来很脆，这也是买贵的就会脆。3点尖，多一个炙烧的香气在，而且它的油脂是在靠近皮的地方，那就越咬它会越香。那这个天使红虾，哇，这么大只的虾，有甜了哈，哦，舒服了哈。很甜呢，朗焦糖的鲑鱼。那我们来试一下这个朗焦糖的鲑鱼。果然是朗焦糖的，有焦糖的甜味。鲑鱼属于油脂比较丰富的鱼种，它在炙烧过之后，它的风味是更棒的。厚切猪排，今天学长可以吃这一块、第2块，所以你看到它在这边是脂肪，然后这边是瘦肉，所以这一块的口感是最棒的。好软哦 ，tender。那基本上我这样子就品尝完一轮了吗？品尝完一轮了。花莲市立动物园真是太棒了，非常好吃。好，那我们影片就到这边结束，我们下次见吧，拜拜。